我过去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语激怒，尤其是受不了委屈，本能的反应通常是解释、证明、反击，但常常不仅没能捍卫自己，反而身心俱疲，关系受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意识到，原来很多时候别人的愤怒并不是源于我也没做错什么，甚至他都不是在针对我。那一刻我释然了很多，原来有些情绪不必接，有些场景 let it go and move on。 你有没有过训斥孩子的经历？我有。有时候自己累了，心情不好，工作不顺利，情绪的底色已经很暗了，就差一个出口，刚巧这时候孩子把什么事儿搞砸了。换作平常我可能会去耐心安抚，可是在那种情况下，就好像一个开关被拨动了，孩子成了不幸的出口。后来我想，这个情景其实很熟悉，别人对我有时候也是这样。当一个人说话带刺儿，否定我时，表面上看他是在攻击我，但背后很有可能有他处理不了的情绪，也许是愤怒，也许是不安，也许是自卑，也许是乏力。当一个人没有能力消化自己的情绪，他就很有可能把它们转移出去，我们就成了承接者。这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对方在情绪外包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被带动情绪，开始急着解释证明，其实我们就进入了对方的节奏。对方未必真的想讨论问题，有时候他想看到的就是我们被影响。一旦我们开始慌张、愤怒，反复解释，对方就产生一种感觉，我能影响你，于是我们的反应成了他的反馈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冷静最重要。冷静不是压抑，更不是假装没事儿，它更像是一种选择。这是你的情绪，但不一定是我的责任。当你不立刻回应，不被带动，这个冲突的循环就会被打破，局面也会缓缓降温。相反，如果双方都情绪化，冲突只会不断升级。所以冷静是结束冲突的一种方式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冷静，我一点就着。我懂，冷静不是说想做到就能做到。我自己也有过很多次懊悔、祷告、反思再尝试，反复进步又反复跌倒，到现在也还是在学习的路上，并不完美。我觉得关键的一步是按下暂停键，在话要出口的那一刻，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，需要暂停。于是深呼吸一下，默想几秒，说出一句我想想吧。这些小动作会帮助大脑慢慢回到理性。当身体慢下来，情绪也会随之慢下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需要更聪明的回应，而是需要更慢一点。很多人误以为不马上反击就是示弱，其实未必。反应是本能，而边界是选择。真正有力量的表达往往很简单，比如我不太喜欢这种说话方式，等我们冷静一下再谈吧。没有攻击，也没有过度的解释，只是清楚的划线。这不是压抑，是自尊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要执着于别人理解你。有些人并不是来理解你的，你越解释，他越曲解；你越证明，他越质疑。当你慢慢接受，不是所有人都是能理解我的，你会轻松很多。你知道你是谁，就不再急着证明，也不必执着于赢一场争论，因为有些争论赢了，却失去了平静，而有时候安静离开，反而保住了自己。掌管自己的情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如果对方选择愤怒、冷嘲、情绪化，那是他的功课。我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，先管理好自己的行为，比改变别人重要得多。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力量。当你选择不继续参与，
冲突就失去了燃料。所以啊，有时候最强的回应是不回应。最后，愿我们都有怜悯和智慧之心，看到人性的软弱，也守住自己的边界，在纷乱中不失温柔，在冲突里不失清醒。愿我们学会安静的站立，而不是用力的证明。我们下次见。